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FM 新聞網。今日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嘅新聞報導同埋深度分析。新加坡航空作為全球知名嘅優質航空公司，一直以高水準服務聞名，而佢哋嘅機上餐飲更係業界標杆之一。根據 Business Insider， 台灣喺2025年8月18日上載嘅紀錄片《新加坡航空餐飲幕後一天製作5萬份機上餐嘅秘密》，新航每年喺餐飲方面花費高達5億美元，製作超過1900萬份機上餐點。呢個數字背後係一個精密到近乎軍事化嘅運作系統，確保每一份餐點喺3萬英尺高空都能夠安全送達旅客手中。影片帶領觀眾走進新加坡樟宜機場內最大嘅餐飲中心，由合作夥伴 SATS 負責管理。中心每日生產量驚人，例如經濟艙每日至少製作67000份煎蛋卷，每月處理168000份龍蝦尾，每年用掉超過100萬磅米飯。呢個規模唔單止服務新航近2000萬名乘客，更為其他40幾家航空公司供餐，展示咗航空餐飲產業嘅龐大體量同專業要求。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嘅新聞節目，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搜羅最新最快嘅新聞內容，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全新新聞頻道 FM 新聞網主頻道 FMTV， 繼續為大家帶嚟最優質同埋最精彩嘅資訊。呢段影片深入揭示咗機上餐製作嘅全過程，從航班出發前24至36小時開始準備，廚師團隊分為沙拉區、甜點區同熱廚房等多個站位，操作流程類似大型餐廳，但規模同精準度遠超一般食肆。新航餐飲總監 Anthony McNeil 負責整體研發同測試，佢強調每一道菜式都需要9至12個月時間開發，先要考慮到高空環境對味道嘅影響。飛機艙內氣壓、引擎噪音同乾燥空氣會令味覺敏感度降低大約30%，甜味同鹹味感覺變淡。因此，新航特別選擇厚身魚類，如鱈魚或菜魚，避免薄身魚喺重新加熱時變得乾硬，同時避免油炸食物，例如雞翅或薯條，因為喺機上烤箱加熱後會失去脆口感。肉類如菲力牛排只預先烹調30%至40%，蔬菜同意大利麵則煮至50%至60%，保持 al dente 質地，之後用急速冷卻器停止烹調過程，確保空服員喺機上用150至160華氏度預熱加熱時，菜肴依然保持最佳口感同外觀。所有托盤都配備追蹤標籤，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，就能即時追溯批次。呢種嚴格管控反映咗航空公司對乘客健康嘅高度重視。影片仲提到，新航餐飲中心24小時不停運作，超過1000名員工每日處理8000至1萬份餐點，組裝線上。廚師會根據標準照片確保每一份菜肴外觀一致，包括蛋白質、蔬菜、澱粉同醬料嘅擺放。第一艙乘客享有更多選擇，例如魚子醬、龍蝦熱多麗或者牛排，而商務艙同經濟艙則提供較簡化但同樣精心設計嘅菜單，例如馬來西亞炒飯或者雞肉飯。菜單會因應出發城市而調整，從新加坡出發可能有小販湯，從紐約出發則有煙燻鱈魚沙拉。呢種客製化服務體現咗新航喺競爭激烈嘅航空市場中，透過餐飲提升品牌形象嘅策略。根據公開資料，新航多年嚟喺 Skytrax 世界航空公司評選中多次獲獎，機上餐飲係其中一個重要加分項目。旅客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正面體驗，認為新航餐點喺高空環境下依然保持水準，遠高於一般航空公司。喺更廣闊嘅航空產業背景之下，機上餐飲一直係航空公司面對嘅重大挑戰之一。早喺2010年代，多家國際航空公司已經開始投資研究高空味覺變化。科學家發現，艙壓相當於海拔6000至8000英尺時，人體對鹽同糖嘅感知會減弱，乾燥空氣更會令味蕾乾燥。因此，新航同其他頂級航空如國泰航空、英國航空等，都積極同食品科學家合作，加入薑黃或薑等成分，減輕乘客飛行時嘅腫脹感同促進休息。近年嚟，隨住環保意識提升，
航空公司亦都開始減少一次性塑膠包裝，轉用可持續物料，同時確保餐點喺72小時內完成處理，超過期限即報廢，以符合嚴格食品安全標準。呢類做法唔單止提升服務質素，更回應咗全球旅客對健康同環保嘅要求。回顧近年相關新聞，2024年至2025年期間，多家亞洲航空公司都加強咗餐飲投資。例如國泰航空喺2025年推出全新商務艙菜單，融入更多香港本地元素，如點心同海鮮，旨在吸引商務旅客。新加坡航空本身亦喺2025年初宣布擴大與 SATS 嘅合作，增加樟宜機場餐飲中心產能，以應付疫情後航空旅行復甦帶嚟嘅需求增長。另一邊廂，廉價航空如亞洲航空同捷星航空則選擇簡化餐飲，轉向付費選購模式，反映咗不同市場定位嘅差異。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數據，2025年全球航空乘客量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，亞太地區增長最快，機上餐飲市場規模預計超過200億美元。新航嘅5億美元年度預算喺業界屬於領先位置，證明優質餐飲係維持忠實客戶群嘅關鍵。深入分析嚟講，新航餐飲系統嘅成功離不開精密嘅供應鏈管理同人力資源培訓。中心內所有食材都經過嚴格檢驗，肉類、蔬菜同埋海鮮來源透明可追蹤，避免任何污染風險。廚師團隊需要接受專門訓練，學習如何喺大型旋轉台上高效烹調煎蛋卷等高產量項目，同時維持食物衛生。影片展示咗組裝後嘅餐車會清楚標記航班號、目的地同服務類別，喺起飛前1小時內裝載相機，確保準時性。呢種唔能誤點嘅理念，正正係航空業核心價值之一。任何延誤都可能影響整個航班時間表同乘客體驗。Anthony McNeil 喺訪談中提到，研發新菜式時會模擬機艙環境測試，包括氣壓艙同噪音測試，確保菜餚喺真實飛行條件下依然美味。呢個過程唔單止科學，更需要創意同對旅客偏好嘅深入了解。例如亞洲旅客偏好米飯同炒菜，歐美旅客則喜歡西式牛排同沙拉。新航因此設計出多元菜單，滿足唔同文化需求。喺全球航空業競爭日益激烈嘅情況下，新航嘅做法為業界提供咗寶貴借鑑。2025年，多間航空公司面臨燃料成本上升同人力短缺挑戰，但新航透過高效餐飲中心運作，有效控制成本，同時維持高質素。SATS 作為新加坡最大地面服務供應商，服務超過40家航空公司，每日處理大量餐點，展示咗規模經濟嘅優勢。相比之下，部分中小型航空公司因資源有限，機上餐飲質素較為參差，旅客投訴時有發生。國際民航組織亦鼓勵航空公司提升餐飲安全標準，特別喺長途航班上，良好餐飲能減輕乘客疲勞，提升整體飛行體驗。近年嚟，隨住可持續航空燃料同電動飛機技術發展，餐飲部門亦開始探索低碳食材，例如使用植物基蛋白替代部分肉類。呢個趨勢預計喺2026年至2030年會更加明顯。從旅客角度出發，機上餐飲唔單止係填飽肚子，更係航空公司服務承諾嘅一部分。好多乘客喺長途飛行中會將餐點視為重要亮點，尤其係商務艙同頭等艙。影片中提到，第一艙提供魚子醬等奢華選擇，反映咗高端市場嘅需求。經濟艙雖然選擇較少，但透過精心配搭同加熱技巧，依然能帶來不錯體驗。根據旅客反饋平台 Skytrax 數據，新航機上餐飲評分長期維持高位，遠超行業平均。呢個成就背後係數以千計員工嘅努力同專業精神。佢哋喺高壓環境下，像軍事作戰般精準作業，確保食品安全同準時交付。呢種奉獻精神值得業界學習同尊重。再擴闊視野，航空餐飲產業亦都受全球供應鏈影響。2025年受地緣政治同氣候變化影響，部分食材價格波動。例如海鮮同牛肉供應一度緊張，新航透過多元採購策略有效應對，
同時，中心內嘅廢棄物管理系統亦值得留意，所有超出72小時嘅食物都會妥善處理，避免浪費同環境污染。呢類可持續做法正好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。航空公司喺減碳同時，亦喺餐飲環節貢獻一份力量。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，國泰航空同香港航空等本地公司亦可以從新航經驗中汲取靈感，提升本地機上餐飲質素，吸引更多國際旅客。總結嚟講，新加坡航空餐飲幕後嘅秘密，唔單止係一個生產流程嘅展示，更係航空業追求卓越服務嘅縮影。透過精密規劃、科學研發同嚴格執行，新航成功克服高空環境挑戰，為全球旅客帶嚟美味體驗。喺2026年航空旅行繼續復甦嘅背景下，呢類創新做法將繼續推動行業進步。希望透過今日嘅報道，大家對機上餐飲有更深入了解。下次搭乘新航或其他航空時，能夠更加欣賞背後嘅努力同專業。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航空產業最新發展，為大家帶嚟更多深度分析。感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同埋開啟鈴鐺通知。下一集再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FM 新聞網。今日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嘅新聞報導同埋深度分析。最近網上熱傳一部嚟自 Business Insider Taiwan 嘅影片，標題直指 5G 係一場世紀騙局嗎？花費數千億美金，點解我哋卻完全冇感覺？呢部影片上載於2026年3月18號，短短一個月已經累積超過25萬觀看次數，引起全球網民廣泛討論。影片深入剖析5G 技術從推出至今嘅承諾與現實落差，訪問多位專家，拆解產業報告同埋行銷話術背後嘅真相。根據影片內容同埋多個國際媒體跟進報導，5G 雖然被宣傳為改變世界嘅革命性技術，但對大多數普通用戶嚟講，日常體驗同 4G 相比並冇明顯分別，引發公眾質疑巨額投資係咪值得？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嘅新聞節目。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搜羅最新最快嘅新聞內容，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全新新聞頻道 FM 新聞網主頻道 FMTV， 繼續為大家帶來最優質同埋最精彩嘅資訊。FM 新聞網今次為大家整理呢個熱門話題，從技術層面覆蓋現況、健康疑慮、商業動機到未來 6G 發展，全面分析 5G 發展至今嘅真實情況。並補充近年相關國際同本地新聞，讓觀眾更全面了解呢場被稱為世紀騙局嘅技術革命。事實上，5G 自2019年左右全球大規模商用以嚟，各國投入嘅資金高達數千億美元，但用戶反饋普遍指出，手機信號圖示雖然轉咗 5G， 但下載速度、延遲同埋實際應用並冇帶來預期中嘅飛躍。根據 Business Insider Taiwan 影片引用嘅產業數據，美國自2018年起已興建超過10萬個新基站，但2024年用戶真正連接真正 5G 網絡嘅時間只佔約10%，絕大部分時間仍然係 4G 體驗。呢個現象唔單止發生喺美國，歐洲多國同亞洲部分地區亦有類似情況，顯示 5G 覆蓋同實際效益之間存在明顯落差。先講 5G 最初嘅宣傳承諾。2019年前後，全球電信商同設備供應商大力推廣 5G， 聲稱佢將帶來遠端手術、自動駕駛、無人機物流、智慧城市同埋物聯網全面爆發。影片指出，當時嘅廣告甚至提到 5G 冰箱可以自動訂購食材，但現實中呢啲應用大多數唔一定需要 5G 獨有嘅高速低延遲特性。舉例嚟講，遠端手術更依賴穩定嘅有線連接同埋醫院無菌環境，而自動駕駛汽車為安全起見，必須喺冇網絡情況下都能獨立運作，唔可以完全依賴移動網絡。近年相關新聞顯示，2023年至2025年期間，歐美多個試驗項目雖然成功演示咗 5G 支援嘅遠端醫療，但實際部署規模仍然有限，主要受制於基礎設施成本同埋監管問題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亦曾喺2020年代初積極推動 5G 基建，政府同電信商合作興建基站，但市民日常使用中
普遍反映喺市區高密度環境下，5G 速度優勢唔明顯，郊區覆蓋更係明顯不足。技術層面，5G 同4G 最大分別在於使用更高頻率嘅毫米波，頻率高於24吉赫，而 4G 主要用低於5吉赫嘅頻段。高頻率可以提供更大頻寬，好似高速公路加多咗車道一樣，但同時傳播距離短，容易受障礙物阻擋，例如牆壁、樹木甚至雨水都會大幅削弱信號。因此，5G 需要網絡密集化，即係興建更多基站同天線。根據國際電信聯盟同埋 GSMA 報告，2025年全球 5G 基站數量已超過數百萬個，中國內地更係領先，擁有超過280萬個 5G 基站，但建設成本極高。美國電信商為咗節省開支，大量採用非獨立組網，即係喺 4G 基站上加裝 5G 設備，結果用戶體驗同升級版 4G 分別唔大。FM 新聞網查閱近年新聞，2024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數據顯示，好多所謂 5G 覆蓋地圖都係誇大其詞，實際有效覆蓋率只係宣稱嘅3%至4%。類似情況喺歐洲亦出現過。2023年，英國 Ofcom 監管機構曾公開批評部分電信商嘅 5G 覆蓋宣傳誤導消費者，導致多宗投訴。覆蓋問題直接加劇數字落差。鄉村同偏遠地區因為投資回報低，電信商唔願意大量興建基站，結果城市用戶勉強感受到 5G 速度優勢，鄉村用戶卻幾乎完全無感。影片訪問嘅專家德多臣指出，5G 圖示出現唔等於真正連接 5G 網絡，好多手機即使顯示 5G， 實際數據傳輸仍然走 4G 核心網。呢個現象喺2025年多個亞洲城市，包括香港嘅用戶反饋中亦相當常見。市民喺旺角、銅鑼灣等繁華地帶下載速度有時高達每秒數百兆，但一轉入隧道或者室內環境，信號即刻回落。近年相關新聞包括2024年台灣中華電信同遠傳電信嘅 5G 資費爭議，用戶投訴升級 5G 後月費增加，但實際速度提升有限，引發多場消費者團體抗議。香港電信管理局喺2025年亦曾發布報告，承認 5G 基站密度雖然增加，但整體用戶滿意度未達預期，建議電信商加強透明度。健康疑慮係另一個備受關注嘅焦點。隨住 5G 基站數量急增，部分公眾擔心射頻輻射對人體影響。世界衛生組織將射頻電磁場列為2B 類可能致癌物，同一類別包括咖啡同埋泡菜。但呢個分類基於高劑量暴露嘅動物實驗，而非日常手機使用。影片引用瑞士一項長期研究，2023年至2025年數據顯示，即使數據流量增加18倍，基站輻射水平仍然維持穩定，因為 5G 效率更高，可以用更短時間傳輸相同數據，從而減少整體暴露。科學界主流意見認為，5G 輻射同之前 4G、3G 並冇本質分別，至今未有可靠大型研究證明 5G 會增加癌症風險。不過，網上仍有唔少未經證實嘅傳聞，部分商家甚至推出所謂防輻射貼紙或者頸鏈。但專家指出，呢類產品根本無效，因為真正阻擋輻射就會令手機無法接收信號。FM 新聞網補充，近年國際上曾經發生多宗同 5G 健康相關嘅討論。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間，部分國家出現反 5G 運動，有人將基站縱火或者破壞，聲稱 5G 同病毒有關，但呢啲說法已被多個科學機構證實為謠言。2024年，歐盟一項大型流行病學研究跟進超過10萬名用戶，結論係長期使用手機同埋靠近基站並冇明顯健康危害。香港衛生署同埋環保署亦都曾發布指引，強調只要符合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標準，5G 基站係安全嘅。但係公眾疑慮仍然存在，尤其喺學校同住宅附近興建基站時，經常引發居民抗議。類似事件喺2025年，新加坡同澳洲部分城市都發生過。政府需要出面調解同提供獨立檢測報告，邊個係 5G 嘅真正贏家？影片直指真正獲利嘅係設備供應商如愛立信同諾基亞，佢哋透過遊說政府將 5G 形容為國家競爭嘅太空競賽，
迫使各國加快部署。全球頻譜拍賣已收取超過1000億美元，但電信商回報卻未如理想，因為競爭激烈，無法大幅加價轉嫁成本。發展中國家更面臨沉重負擔。2023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，部分非洲國家為追趕 5G 而借貸，結果加劇財政壓力。政治動機亦明顯。2020年前後，中美科技競爭下，5G 被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，部分國家禁止特定供應商設備，進一步推高成本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亦受惠於 5G 基建帶動嘅智慧港口同智慧燈柱項目，但實際應用落地速度慢於預期。5G 競賽嘅佈局同樣值得關注。日本為2020年奧運會加速 5G 部署，但賽事因疫情延期，效果大打折扣。歐美國家雖然投資巨大，但至今未見明顯經濟回報。中國內地 5G 基站數量全球領先，2025年已廣泛應用喺工業互聯網同智慧製造領域，取得一定成果，但消費端用戶體驗同國際情況相若。FM 新聞網查閱2025年底 GSMA 報告，全球 5G 連接數已超過20億，但真正獨立組網嘅成熟應用仍然集中喺特定行業，而非日常生活。展望未來，影片警告 6G 可能重蹈 5G 覆轍。6G 研究已喺多國展開，預計使用泰克斯頻段速度更快，但同樣面臨覆蓋、成本同能源消耗挑戰。專家如 Gerhard Fettweis 同 William Webb 指出，未來網絡發展應該更注重整合，例如結合 WiFi、衛星同低軌道星鏈，而非單純追求速度。其數代技術如 1G、3G、5G 往往被批評過度宣傳，而偶數代如 2G、4G 則帶嚟實質進步。6G 能否打破呢個規律，仍需時間觀察。2025年，國際電信聯盟已開始 6G 標準討論，預計2030年前後商用，但業界普遍認為應用落地將再次滯後於基礎建設。FM 新聞網綜合多個來源，包括 Business Insider Taiwan 原影片、GSMA 年度報告、世界銀行2023年至2025年通訊基礎設施研究，以及香港電訊管理局同歐盟監管機構公開數據，得出結論 5G 並非完全失敗，而係被過度包裝同急於求成。佢喺工業、醫療同智慧城市特定場景有潛力，但對普通消費者嚟講，現階段 4G 仍然足夠應付大部分需求。巨額投資雖然帶動咗設備、供應鏈同就業，但回報週期長，部分地區更出現資源錯配。公眾應該理性看待技術進步，政府同電信商則需加強透明度，避免誇大宣傳。近年同類新聞層出不窮。2024年，美國多個州曾調查 5G 頻譜拍賣後嘅覆蓋承諾是否兌現，結果發現部分電信商未達標，面臨罰款。2025年，歐洲議會討論 5G 數字落差問題，通過決議要求成員國加強鄉村覆蓋補貼。香港方面，2025年立法會亦有議員質詢 5G 基站對環境同健康影響，政府回應指已經嚴格執行國際標準，但承諾會繼續監察。台灣地區2026年初亦有消費者團體發起聯署，要求電信商公開 5G 實際測試數據，避免誤導資費宣傳。呢啲事件反映 5G 發展雖然係全球趨勢，但執行過程存在不少挑戰，需要持續監督同調整。總結嚟講， 5G 技術帶嚟嘅教訓係，任何新世代通訊革命都唔應該只停留喺宣傳層面，而必須以實際應用同用戶體驗為依歸。未來 6G 發展若能吸取經驗，注重實用性同可持續性，或許可以真正實現當初承諾。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呢個話題，為大家帶嚟最新進展。歡迎觀眾喺留言區分享自己使用 5G 嘅真實體驗，一齊探討科技如何更好服務人類。